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my。那今天呢，又来带大家看房了。我们今天来的呢是位于 West Kelowna Lakeview Heights 的卡萨罗玛社区。那这个区域呢，离 Kelowna 开车仅仅5分钟车程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可是一套非常有特色的屋主自建的，非常适合做湖景 B&B 的房子哦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是刚刚进到这个房子里面，在房子的 foyer 这一个位置，我相信大家一进来的时候肯定就已经注意到了，就是这个房子其实很有度假风，它的这一个墙体啊，全都是采用的是 cedar， 也是当年屋主自己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从咱们 Okanagan 南部呢，然后把这些木材带过来。作为这个房子的这个建筑材料，而且所有的这个木头都是 natural 的，它都没有经过任何的 paint。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一般在看老房子的时候，很多朋友虽然喜欢它的这个 lot 的大小、地理位置，但是就可能会介意一点，因为老房子它的层高会低一点，但是这个房子的话就不会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层高最高的这个位置的话，它有14英尺，所以说整个一进来客厅非常的开阔，然后感觉非常的温馨。再一看外面的这个湖景，它虽然不是头排头座，但是也基本上咱们看到离这个湖非常近了，然后基本上也是180度的这个湖景。这一边的这个壁炉呢，虽然是老的这种 wood fireplace， 但是它也是经过了咱们的这个 WETT 的这个认证，所以目前都是可以安全并且正常使用的。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屋主现在是拿它作为这个办公室。然后其实我也留意到这边有非常多酒庄，本地的还有欧洲的这个酒，刚刚包括在下面都看到那个屋主有很多的这个葡萄酒，所以住在咱们的这个 Okanagan Valley 是不是就会变成葡萄酒的爱好者？有时候还喜欢老房子的另外一个点，就是说它不像现在很多新建的房子都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那我们看到很自然的这个过渡，就是从客厅，它这一边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宽敞的这个 dining area。放的呢是可以放一整套这个 set， 包括边上如果说有酒架的话，也可以放酒啊。然后它这个 dining area 的这个朝向呢，也是跟咱们刚刚客厅一边，我们呢都看着非常漂亮的 Okanagan Lake。挨着这个 dining area 旁边的呢，我们就是走到了正式的这个厨房的区域。Again， 虽然说这是一个老房子，但是这个是 original 屋主住到现在的，所以说在他住的这些年呢，他其实也对房子的各个部分有很多的这个 updates。我们看到厨房区域有很多这个新做的这个橱柜，包括说有这个 built-in 的这个 oven， 上下呢也有2个。咱们这边厨房呢做得非常的 open，counter 的这个面积呢也是比较的长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在如果说是老房子里面其实是不常见的。这个 part 呢对咱们华人朋友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友好，因为这个老外的这个排风系统啊，它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做很大油烟的这个东西，那可能到时候可以考虑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顶可能有一点难，做一个这个下拉式的这个厨房，把这个管道通到外面去，这个有待考证一下哈。我们从这边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走到这个露台。那我们知道，在Kelowna这边的这个房子呢，其实宽敞的露台面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呢，它的这个土地面积有0.22 acre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那一边呢是屋主种的这个葡萄树，所以说往这个位置平移过去就是它的这个 lot line。
那大家往前面看的话，看到还有一个空余的土地，可能大家会有 concern 说，未来如果在那边新建房屋，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屋主的他们家的这个 view？ 那其实不会，我们用边上的这个房子做参考，因为呢，在每一个城市，它建房的这个高度呀都是有限制的。我们前面这一块土地呢，它是可以建 2 story， 所以说即便它存在在那边，也不会挡到我们这个房子的 view。我很喜欢穿梭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感觉，因为就真的非常像我们平时度假住的那种小木屋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做 Airbnb 的物业。我们往这边上面走，哎，这个高度稍微有一点低。先来看第一个房间，这一间的话呢，有2间这个卧室，包括说还有一个 bathroom。我们看到刚刚有说屋主住的这些年间，他做了很多的 renovation， 那浴室同样也是做了新的这个 standing shower counter， 都是全新换的。那这个房间 again 还是利用了这个房子这个 lot 的这个优势，房间的话它是直对咱们的这个湖面，所以说即便是 guest bedroom 也是能看到很好的湖景。它的这个取暖设备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它既有这个我们说的 baseboard heating， 地上呢，它同样也有这样子的这个通风管道。隔壁的这个卧室呢，也是安装了咱们在国内可能更加常用使用的这种空调挂机。那对于老房子来说呢，这样可能稍微更加节能。这间卧室的这个大小也是很宽敞的。那我们现在移步到楼下去看一下它的这个 walkout basement。这个房间呢，因为它有单独的这个出入口，所以还是给到卖家一定的灵活性。就是说，如果下面想做成另外一个出租单元，另外这边的话，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出入口，直接就是通往这个房子的这个 carport。那屋主的车呢，也是停在这一边。往下走。看得出这个屋主是在有用心的生活，即便是很 pale 的墙，他也是做一点这个装饰，让房子看起来更加生动一些。那右手边下来的第一间呢，我们看到是这个房子的第2个这个完整的洗手间，也是一个标准的 3 piece。隔壁的话有我们的这个 laundry， 然后下面的这个第3间卧室呢，依旧是直面着咱们的这个 Okanagan Lake。窗户非常的多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屋主在自建这个房子的时候，真的是把这些细节、房子的这个朝向通通考虑到了，是非常注意居住的这个舒适性，以及慢慢享受在 Kelowna 这边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感觉。这个区域呢，等于是楼下的这个 basement 的这个厅。稍微觉得有一点点 odd， 就是说，首先它这个 furnace room 是暴露在这个等于是客厅的这个空间里嘛。然后这一个区域的话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分门出入的这个口，可以直接出去到外面的这个院子。另外边上呢有一个 stove 和这个水池，所以说对于屋主自己来说，简易的下面可以做一个 summer kitchen， 有朋友来的时候让朋友住下面，或者说如果想做 Airbnb 的朋友呢，也是可以把楼下的这个空间给利用起来。我们这个左边呢还有一个这个 living space， 很显然屋主现在呢并没有把它用作卧室，但是如果是有需要的这个朋友呢，其实这个房间的这个空间也足够。Again， 又是非常明亮的这个大窗户，看着的咱们这个 lake 的湖景。这个房子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很有优势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等会儿可以出去看到，它边上呢就紧紧着挨着我们的这个卡拉姆瓦的 Regional Park。那如果平时从家里走出去1分钟就可以非常靠近 beach 去 hike 去 bike， 而且它这个房子这个位置是在一个 dead end， 所以说非常的安静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走到了房子下方的这一个土地，给大家从背面来看一看这一套房子。
刚刚有提到过，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所以走到这边想给大家指一下，其实就在房子的下右侧，我们这边就是 Casa Loma Resort， 其实距离 Resort 的这个选址那么近，大家就可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推测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了。然后往房子的前面走呢，其实大概估计3分钟左右，就直接有这个 beach access， 包括还有 boat lounge， 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。像这样带有度假风情，并且拥有绝佳湖景的小屋，大家喜欢吗？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。